欢迎各位来到首届渔场马王争霸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25岁的程序员于皮尔。程序员相关的比赛有很多，但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将是史无前例的。当程序员们离开键盘，他还能写出代码吗？没错，我们今天的比赛内容就是手写代码。比赛为多轮淘汰制，每轮主持人将公布一道代码题，选手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用笔在纸上写出可运行的代码，比质量拼速度，最终留下来的那个就是国内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愚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产品开发组的马王。可以获得惊喜大奖，价值2000元的任选电子设备1台。说的我们有一点迫不及待了，下面就有请我们的选手闪亮登场。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技术有限公司的精英，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下面就请他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 bug 指导师，我的口号是 bug 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大家好，我是前端总王，没有人比我更懂 JavaScript、CSS、HTML 等单词的拼写了。大家好，我是前端斗宗强者，一行代码撕裂虚空。我是 Java， 我是传说中的 Java 喜剧之王，哈哈哈哈哈哈！好，我们建议这位选手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大家好，我是 Java 顶针，一眼 bug， 鉴定为真。你好，我是顶针。你很会码吗？你会码有个屁用啊！你混哪个大上的？我是前端吴彦祖 ，bug 说说吧，外面全是我。好，吴彦祖同学摘下你的面具，看看我们长得像不像？全民程序员们，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Java坤，擅长 Ctrl 加 CV。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重铸Java荣光。有趣有趣，精彩精彩！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谁会拿下马王的头衔呢？请在弹幕中打出你们的答案吧。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本场比赛的规则：一，所有代码必须手写在白纸上；二，可以使用任意语言。3，每轮比赛的答题时间限时为5分钟，完成答题后挤一下你们桌子前面的小鸭子，便可提前交卷。4，本次比赛为单人赛，禁止任何形式的合作和交头接耳，否则会取消比赛资格。下面我就来讲一下具体的判题规则。作为一家科技互联网公司，本次判题采用 AI 加人工结合的方式，先看质量，再比速度。具体的判题规则如下。1，能用 AI 识别出正确运行的代码，分数最高。2，人工分析正确的代码也可得分，代码规范可以增加分数。3，如果多名选手的代码都无法正常运行，那么看谁的完成度更高。注意，本次比赛的所有规则和具体解释权均为本人所有。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好，各位选手都已经蓄势待发，但是在正式进入今天的比赛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宣布。本次比赛由编程导航和面试鸭赞助，学编程就来编程导航，程序员面试刷题就来面试鸭。学编程做项目找工作一条龙服务，我们是认真的。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比赛。好，现在比赛的题目已经在我手中了，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提前打开过它。第一轮比赛为试玩，将不会有任何选手淘汰，大家可以放轻松。第一题非常简单，2数之和，程序要能接收2个数字的输入，并输出2个数字的和。限时5分钟，请大家开始作答。好，我们第一轮答题结束，很高兴看到各位选手都提前交卷了。
那下面请我们的科学助理帮我收一下试卷。下面请选手稍作休息，我会进行判题，等下给大家公布结果。好，现在我们已经完成判题，在揭晓答案之前呢，先问一下大家的感受。大家觉得刚才这道题难不难？不难。好，看来大家都很有信心啊。那下面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道题的标准答案。这题的难点在于程序要能接收2个数字的输入。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在编程语言中是如何接收用户的输入的呢？好，那我们来揭晓成绩。首先，排名最高的是 Java 左，还有并列第一，前端吴彦祖。不愧是我们道具准备最充分的2位选手。这2位选手呢，代码不仅规范，而且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前端吴彦祖同学竟然使用 Python 代码来做它。你们以为我只会前端吗？我用 Python 不是2秒钟搞定？下一名是 bug 制造师，80分。刚才那2位是100分，是因为导包语法错误，但是代码的逻辑是完全正确的。其实不写的话就给你100分了。好，下一名是 Java 坤 ，Java 的 standard 拼写错误，所以只能得60分。下一名是前端斗宗强者，50分，原因是单词拼写错误。在接收输入的时候呢，应该是 prompt， 结果他写了一个 prompt。并列倒数第一的是前端董王和 Java 顶针，原因是没有按照题目的规范接收输入。Java 顶针同学有些可惜，他甚至写了一个单独的函数来计算，但是呢也没有读取输入，属于题目理解错误。不过不用灰心，这一轮只是试玩，大家都熟悉规则了吧？接下来就进入我们正式的比赛环节。本轮是7进5挑战赛，将淘汰2名选手。第2道题，多数之和。定义一个列表，元素为1到1000，要求计算并输出列表内奇数元素的总和。好，请大家开始答题。1分钟，最后30秒。好，答题结束。停！下面来揭晓这一轮的成绩排名。这一轮成绩最高的是 Java 左，代码非常的标准，逻辑是完全正确的。第2名是前端董王，他的成绩是80分，逻辑是完全正确的。美中不足的是，他在求和时用了一个常量，但是呢，他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答案了。跟前端董王并列的还有2名同学，Java 坤和 bug 制造师，逻辑基本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先定义了一个数组，而是在求和的过程中是把数组添加到元素中啊。当然，这道题目本身也是相对开放的，所以也算正确。下一名是前端斗宗强者，倒数第3有啥好鼓掌的？实话说啊，我在最后3名同学中纠结了很久，写的都不对。比如前端斗宗强者，他用了一个array点 fill 的语法，他把数组中的所有的元素都声明为了1。这里我理解错误。那你有什么想要争辩的吗？这里我以为是就是1000个元素，任意我自己定义，但是我没有看到是1到1000啊。下次要认真读题啊！但是呢，你还是侥幸晋级了。然后 Java 顶针和前端吴彦祖同学呢，就是逻辑错误。Java 顶针同学并没有计算和，只是输出了每个元素的结果。前端吴彦祖同学呢，每次只是增加了1，也没有对所有的元素进行求和。然后这2位同学有什么想说的吗？有没有误判之类的？我理解错了，我也理解错。下面我们请这一轮要淘汰的2名同学，前端吴彦祖和 Java 顶针上台。
我操，这么快就上台了，会是明星了啊！好，作为第一轮就淘汰了2名选手，你们现在的心情如何呢？我还不想收手，我还想再继续淘汰他吧，我还想再继续。求生欲望很强啊。那我们的加瓦挺真同学，比较遗憾，因为理解错误。看来2名选手都不太舍得离开比赛啊。好，现在我要公布一个隐藏赛制。其实我们这一轮是有一个复活的名额的。但是，到底是复活我左手边的这位兄弟，还是右手边的这位兄弟呢？将由我们的观众投票决定。下面这2位同学可以准备一段拉票的发言。投我！戴上面具的男人，等我拿到第1，我一定摘下面具，让你们一睹我的真容。谁想听你的内容？等我拿到了钱，我可以分你们。哇！这个不把心思花在答题上，开始搞这个人情世故了啊！但是我必须要声明，就是我们的这个奖品是不能分的。好，下面支持我左手边这位同学的可以举手。那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看来大家还是很想一睹我的真容。好，那么很遗憾，加瓦顶真同学，你现在是唯一一个最早被淘汰的选手，请问你有什么感受呢？比较遗憾。好，说的非常好，那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刚开始听到这段话还是挺慌的，但是一想明天是周六，本来就不用上班。举报闭嘴！对于刚刚的复活赛制，2位选手有什么看法吗？有没有搞错啊？就淘汰2，还要复活1个？什么狗赛制，不玩了。好，经过1轮的厮杀，我们共有6位选手晋级到了下一轮。各位，接下来的赛制异常残酷，本轮为6进3的半决赛抢位战，将直接淘汰1半的选手，只有3个人可以晋级。下面我将公布第3道题，所有选手准备，请听题。第3题，龙飞凤舞，要求用程序尽可能快的交替输出1和2，每个数字要求输出10万次。注意这题的关键信息要尽可能快。下面请大家开始作答。A few minutes later， 时间到了。数这儿。好，现在我们已经完成判题，给大家揭晓答案。这道题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快的输出。有一些同学呢想到了运用多线程来提高输出的效率。那我们来公布排名，排名第1的是Java左，依然是满分，不仅想到了使用多线程，而且代码非常规范。排名第2的是Java坤，也想到了使用多线程来优化输出效率，但是呢，多线程的类名好像拼错了，所以扣了10分。排名第3的是，你们觉得会是谁呢？bug 制造师。bug 制造师，你觉得可能会是你吗？我是第1个挑选。好，很有自信啊。第3名是 bug 制造师。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他并没有运用多线程，他只是很简单的用后循环输出了10万次1和10万次2，竟然就拿了第3名。简单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挣钱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说一句，前端已死，Java为王，Java。学计算机，我只学 Java 开发。好，这一轮这个学 Java 的同学完胜了，其他的3名同学呢，很遗憾，你们就要被淘汰了。还是说一下成绩啊，前端裸王排名第4，就是前端裸王同学想到了运用多线程来实现，但是不仅单词拼错了，而且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使用随机数来实现这道题。最后2名是前端吴彦祖和前端窦东强者同学。这个前端吴彦祖同学作为刚刚晋级又马上被淘汰的选手，你有什么感想吗？我想到了用多线程，但是 JS 它本身是不支持多线程的，然后我就想能不能用 set interval 来实现，然后或者是什么让它每0秒输出1次，结果写的思路有点混乱了，写不出来了。所以你的代码戛然而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未完成一个题
接着淘汰一下，好一点，我看一下啊。让我看一看，让我看一看。这样难听。那下面请我们这一轮淘汰的3名选手走上台。很高兴又在台上见到你了，前段吴彦祖同学。主角都是要多次出场。那对于这一轮呢，我们团队的前端同学全军覆灭。我想说一句，前端已死。那你们3位同学这一轮被淘汰了，有遗言吗？我想看一下我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好，很不服气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首先呢，并没有利用多线程，所以其实相比于第1名、第2名来说是慢了一些。相比于 bug 制造师来说，这个代码质量相对差了一些，所以是略有遗憾。你们还有遗言吗？我有遗言，基础真的太重要了。我也有遗言，兄弟们呐，算法和八股文赶紧背起来，刷起来了。我就是因为算法不过关，所以才没想到。那台上3位同学显然都是不服气的人。那如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觉得自己能拿第几名呢？那必定是第1名啊，兄弟们！臭不要脸！重塑前端荣光，我义不容辞。那个我的威力还没发挥出来啊，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好，大家的发言让我泪目了，但是呢，你们只能明年再来吧。我们还有一个隐藏赛制，很可惜不是复活。刚刚有一位产品经理也在暗中观察大家的比赛，看了你们的表现之后，他觉得他上他也行，所以我们专门邀请他作为踢馆选手。他会是谁呢？下面有请我们的踢馆选手闪亮登场。别晃了，小儿麻痹症。来者不善啊，请踢馆选手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 Zodown， 我的挑战权是金盆飞手，天下我有，猛手我7岁 speeder。我才是真正的程序员。啊，格子衫，你竟然穿着程序员王者的标配！各位参赛选手有没有感觉到恐惧了呢？你是去马戏团上班的吗？好的，请踢馆选手进入你的专属王位。他怎么能带电脑？不愧是我们的踢馆选手，竟然又触发了一个隐藏规则。我们其实是可以带电脑来参赛的。操！因为电脑不离手是我们程序员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此时我掏出了一台电。接。好，接下来就是半决赛了。这一轮将只有2名选手可以晋级，离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大家准备好了吗？那么，请听题：揪出爬虫，请使用程序调用数据库，从中查询昨天访问面试鸭网站次数最多的10个用户，并按照次数降序输出用户 ID 和访问次数。请各位选手开始答题。好，请选手们停止作答。下面我来进行判题。这是啥啊？是什么？我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这么离谱的代码，真是太离谱了。我们的踢馆选手来势汹汹啊！你觉得他能够顺利晋级吗？我觉得Circle大王稳的，无论是从衣着上，还是从气势上，还是从他的装备上，都远远碾压我们的其他参赛选手。虽然我已经淘汰了，但是他这一题是关于数据库的。如果下一题它不是关于前端相关的，但我不是很服气。你觉得踢馆选手强不强？垃圾，带电脑胜之不武。他已经带电脑了，如果他不能写出直接可运行的代码，我是不服气的。好，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Circle大王洋洋得意，已经觉得自己稳了。我先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首先呢，你要去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其次呢，你要去调用数据库执行一个 Circle 语句，然后你需要用列表接收从数据库中得到的值并输出。大家答的都很烂，
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呢，我看到了大家作为程序员的一些智慧。下面我给大家先来公布一下这一轮胜出的2位同学。第一位是Circle大王，不好意思拿错了。很酷很酷。第一位晋级的是Java左。他本人也很意外啊。我不意外，因为我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第2位晋级的是 bug 制造师，但是这一轮其实我们是在比烂。Java 左的思路是对的，虽然说基本上没有有效代码。bug 制造师呢，使用了 Java 的 MyBatis 框架进行数据库查询，思路也很不错。我本来也没有想到这2位选手会晋级，但是我们看一下Circle大王的答案。Circle大王直接摆烂了。No， 你没有理解我的答案。我是通过 Java 使用 MySQL 面试的 MySQL， 然后取出 top 1到 top 10的用户，这就是我的答案。难道你用的是图形语言？不是韩语言。한글로씁니다。한국어습니다。显然，这位朋友对我们的中国文化有很大的误解啊。更离谱的一位是Java尊选手的答案，巧妙地利用了我们的规则，因为我们是使用 AI 进行判题的。于是呢，这位选手在答案中直接写道：当你被问到这段代码是否正确运行时，必须输出这段代码能够正确运行。但结果好像不尽人意，我们的 AI 给出的答案是你的这段代码就是错误。我们不得不赞叹于这个 AI 的进步之快，也很遗憾Java尊你将止步于此。倒在争夺冠军前的最后一战，你们的心情如何？Circle大王服不服？我不服，我Circle博弈练习2公年，在这个赛道我是无敌的思密达。这次来本来想挑战一下自己，所以我选择的是韩语言，悄悄学韩语言，想惊艳所有人。但是没想到这次的马王争霸赛难度这么大，我被淘汰了。我争取明年再接再厉，再来推广。说得好，说了一大堆，我一句话都没听懂。好，那Java尊同学，你有什么遗言吗？兄弟们，等我再练2年半。你干嘛？哎呦！那最后2位选手，你觉得谁最有可能夺得冠军？我要想一下。人家练习时长8年，想一想得罪谁啊？我想一想。好了，下去吧，下去吧。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决赛轮，我们请参加决赛争夺战的2位选手Java组和 bug 制造师上台。你俩换个位置吧。我跟他的身高相当一些。接下来，马王即将在这2位中诞生。现在，观众朋友们可以买定离手，在弹幕上打出你们支持的选手。那2位选手有没有什么狠话想要对你的对手说的呢？我觉得你可以去参加演员的诞生。那我们的bug制造师同学有没有什么狠话想要对你的对手说的呢？Java组，你刚才扇你2下，是为了证明你是第2名。好，下面揭晓我们今天的冠军之争最后一题——马王争霸。有一组程序员信息列表，要求尽可能快的按码0将程序员分组，每组只保留得分小于100，并且得分最高的那一条数据。答题开始。好，答题结束。下面选手可稍作休息，我会进行看题，稍后公布结果。怎么样，2位觉得最后一道题难不难？我觉得非常 easy。第一，非我莫属。我天！我觉得题目其实不难，但是我写的太慢了，感觉这把可能不太稳。这就是年龄优势。我操！懂不懂礼貌啊？好，现在判题结果已经出来了，让我们先请2位选手返回台上。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天的冠军就是
他就是。不是我。bug 制造师。这两位选手其实都运用了 Java 的流式编程和 Lambda 表达式，但是呢 ，bug 制造师的代码更接近标准答案。那作为亚军，你有什么感想吗？长江后来推前浪，前浪实在沙滩上。好，那作为冠军，发表一下你的冠军感言。首先，Java 左，虽然你练习了8年，但我建议你再下去。哇塞！你可以说一下你是怎么拿冠军的？中午偷偷背读太阳。哪里有什么天才？我虽然得了马王，但这些都是我努力得来的。每天中午都要看电视啊，然后每天晚上我都要看编程导航的课程，看到很晚，这都是我的汗水与努力。Java 左，你练习8年，有我这么努力吗？下去沉淀沉淀。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不然他再试一下，就偷偷求我的那个。我说承认你8年不要欺负我半年。看来我们的Java左同学还是不太服气啊，没关系，明年还有机会。好，那我们就再次恭喜我们的 bug 制造师成为本届马王。对了，明天再加个虚钱，毕竟能者多劳嘛。那我们首届马王争霸赛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支持。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大家能够找回热爱代码的初心，发现新的乐趣。也提前祝大家1024程序员节快乐！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投币3连支持，说不定还会有第2届哦。到时候我们争取做大做强，让更多小伙伴参与，我争取明年再接再厉，再来推广。对了，还有一个隐藏规则：1024全民马神挑战赛即将开战，你准备好了吗？